你能不能不要再顶了？我生不了崽崽，我是男的，可是你的育儿袋真的很软，很适合带崽崽啊。铃木在末世被杀后穿越到兽氏大陆，刚睁眼就看到一只体长6米的白色巨虎朝他飞奔而来，见此他索性躺平等死，心想本以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结果有福的却是那老虎。他还没谈过甜甜的恋爱，是真不想死。下一秒一阵眩晕涌来，眼睛一闭彻底昏了过去。等到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是在一个山洞中，透过洞口隐约可以看到夜空繁星。他没想到自己居然没死，但下一秒熟悉的巨虎又出现在眼前，他顿时僵住。这时白虎开口：“你醒了。”紧接着那白虎变成人，说道：“我叫苍，是清水部落的兽人，你是哪个部落的亚兽？怎么会独自一人在森林里呢？”说着他来到了铃木的身前，双眸直勾勾盯着。此时铃木才清楚看清了他的容颜，只见苍全身唯有腰间被兽皮包裹着，一头过肩白色长发，明明是妖娆装扮，在他身上却变得阳刚。铃木给自己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告知他自己的名字且没有部落，而苍的反应正如他所想的一样，自行脑补他成了一个没有情人、无家可归的单身亚兽。从聊天中铃木得到了这个世界基本信息，兽人世界中智慧种族只有兽人和亚兽，外形是男子兽人可以兽化，亚兽不可兽化，相当于女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堕兽没有理智。这时铃木肚子响了起来，苍这才想起晚饭还没做，连忙开口，差点忘了外面长牙兽还没处理完，你先忍忍。说罢迈着大长腿冲了出去。铃木在等待期间感应了下自己的异能，发现觉醒的异能除了原本的光系外，还有觉醒了一个3米的空间异能。这时他看到苍拿着一块百余斤的肉进来，便用指甲轻划几下，一大块肉变成了大小均匀的肉块。紧接着苍的手上出现一团火焰，见铃木眼中很是震惊。苍一边控制火焰烤肉一边开口，兽人在进行形态变化时就会觉醒魔力，你与你兽父生活多年，难道不知道吗？闻言铃木瞬间惊醒，眼神变为警惕，身子变成反击状态。见状苍微微一笑，并没有因为对方的态度感到挑衅，毕竟亚兽于兽人而言太脆弱，哪怕真反击也不会伤到了他们。不要担心，我不会对你做什么。说着他把手中烤好的肉递了过去。铃木见状眼中的警惕并未消散，但把肉接了过去，随后手中泛起微光，苍脸上的笑容瞬间变成震惊，居然是天生的巫。而铃木随着那烤肉泛起白色微光，眼中警惕才稍稍放下些许。得到肉没毒且对身体有益后，他开始大口吃肉，只一口浓郁肉香让他眼睛忍不住发光。末世那几年食物的匮乏，让人们对美味的定位越来越低，甚至一份普通的番茄炒蛋都变成奢侈品。想到以后可以经常吃肉和其他美味，内心更激动了。在2块拳头大的肉下肚后，铃木吃撑了看着剩下的那些肉，开口道：“剩下的苍你自己吃了吧。”苍看了下，发现只没了一点边角料肉块，你再吃点，吃的太少，比部落的亚兽吃的少太多了。但此刻铃木仅剩的良心是让他没有选择把那些肉藏进储物空间。苍见他是真吃不下，没再开口劝说，拿起剩下的肉吃了起来。不同于铃木的狼吞虎咽，苍一口口吃，但速度却比他快了许多，仅仅片刻剩下的肉就吃个干净。把垃圾收拾一番后，苍又来到了铃木的面前，欲言又止。见状铃木嘴角抽了一下，有事就说，能告诉你我会说的。你刚才让肉发光是做什么的？铃木一听笑笑抬手，手中微光闪耀，这是我的能力，用来检验食物是否可食用，对身体是否有害。说着那泛着光的手掌晃动，让本就处于朦胧状态的他又增添几分恍惚不定。苍见状脑子一空，手本能去抓着那一抹光亮，待察觉到那细腻柔软触感时，他心里有些慌乱，心跳加速，但一种满足感却充斥在心间，这种满足感让他更想抓紧些。铃木愣住了，看着对方那帅气的脸，也没有着急甩开，刚好趁此机会检查一下对方。随着他把能力通过10指相扣的手输入过去，苍顿时宛如大号探照灯一样，把山洞照得白茫茫一片。苍吓得把他拽进怀里保护。当铃木撞到他的胸肌时，熟悉触感让他不禁想到晕倒前撞到的似乎就是这个触感。片刻后，苍身上的亮光消散，山洞中又只有火堆的火光摇曳。铃木回过神后伸手推了推苍，却听到对方用戒备的语气低声道：“别动，可能有危险。”闻言，铃木连忙开口解释自己的能力。苍听后紧绷的身体放松了下来，感受着对方睫毛刷过胸膛的触感，还有呼吸间热气抚过腹部的暖意，心脏跳动加快几分，忍不住用力抱紧，心里期盼着时间能再久些。而铃木却忍不住痛哼了起来。虽然他知道兽人力气很大，但这也太大了，还没用全力就快要把他骨头勒断。苍连忙松开，一脸歉意看向他。对此铃木只是摆摆手，自己没事，让他不用担心。天色不早了，早点休息。苍听后没再追问，而是点点头，然后便来到洞口处化成兽形趴在那。铃木也没客气，在躺下前开口：“苍，你手上半夜下半夜换我你来睡觉，野外轮流守夜这种事，对生活在末世的人来说再正常不过，但却听在苍的耳朵里如同炸雷。整个兽人世界中，哪个亚兽不是被小心的保护？怎么可能让其来守夜？甚至他若是真这么做，自己都会鄙视自己。”见他拒绝，铃木问他要不要来山洞里面暖和。只不过对苍来说，见他的邀请却极为意外，毕竟让一个兽人和亚兽住一起，这就代表同意和他在一起。但想到铃木对基本常识并不知道，心中激动瞬间消散大半。不过他并没说明，不然这送上门的机会就浪费了。随后起身往洞内走去。铃木看着那超大号的毛茸茸，内心激动快按压不住了。很快苍来到了他不远处趴下，身子刚好在铃木清晰可见的位置。睡觉吧，晚上若是冷可以靠在我身上。随着火堆的熄灭，山洞中陷入黑暗，铃木传来了均匀的呼吸声。这时苍睁开了眼睛，幽绿色的眼眸看着身边那略远的人，悄悄地挪动兽身靠近些。虽然他的举动已经很轻微，但铃木的警戒心喊醒了他，因为不确定苍的举动是何用意，他并没出声，反击动作已经做好。很快苍来到他跟前趴下，然后用腹部柔软的皮毛贴近，那毛茸茸的触感让铃木一时没控制住，伸手抱了过去。在感受到毛茸茸的触感时，理智瞬间占领了高地，只好继续装睡。不过对于苍的戒备心又减少一步。清晨，铃木睁眼发现自己正埋在白虎腹部绒毛中，这时背后突然一痒，他本能伸手去抓，那个手感像是苍尾巴动了动道：“铃木，你醒了，先松开我的毛行吗？不然我不好外出给你找肉吃。”铃木这才发现自己一只手抓着尾巴，另一只手抓着白虎腹部的毛。
毛，瞬间尴尬。见状，苍却误以为他喜欢到舍不得松手，心里一阵得意。你要是喜欢，等我回来你再抓行吗？此话一出，铃木瞬间尴尬碾成了渣，松开手，语气平淡去吧。山洞外，苍正处理着刚抓回来的长牙兽，而铃木却是满脸震惊地看着那长牙兽。如果没看错的话，那长牙兽应该是只兔子，只是这兔子1米高，无疑是巨大化。若非那标志性的长耳朵3瓣嘴，他都认不出来。这般想着，苍已经拿着烤好的肉过来，铃木快吃饱了，我们就回部落。见状，铃木拿起烤肉咬了一口，依旧是软嫩可口的肉香，只是此时没有调料搭配，总感觉烤肉少了灵魂。现在是暖季，你要多吃点，不然雨季一来你会撑不过去的。铃木听后满脸疑惑，为什么撑不过雨季？苍看了他一眼，直接解释，现在暖季过去了一半，可以安稳捕猎进食的时间不多，所以你需要大量进食，不然等雨季来了，就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吃肉。说着又给铃木递了一些烤肉。铃木感觉这个世界一次次挑战他的世界观，本以为自己经历过末世心脏已经够大，结果还被这世界常识震惊一次又一次，赶紧吃口肉压压惊。只是这一口下去，之前感觉美味的烤肉在此刻变得油腻。随后他看向周围的植物，这一眼一丛杂草出现在他视野中，他起身朝那处草丛小跑过去。苍见到他的动静，先是一愣，而后起身追了上去。接着他便看到铃木泛起微光的手，对准一堆杂草，点点绿荧光便从那堆杂草中飞散出来。下一秒就见他拔下一根草塞进嘴里，脸上露出喜悦。见他一脸疑惑，铃木开口向他解释，这是野葱，是可以让肉吃起来更香的东西。说着便动手拔了起来。没多一会，这一片野葱就被拔了个干净，然后顺手把野葱收进储物空间。再抬头时就看见苍一脸震惊，顿时脸上笑容僵住。完了，太得意忘形了，储物空间秘密被发现了怎么办？这时苍开口极为温柔，没事，你不想说就不用说，我会替你保密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这贴心的话着实让铃木松了口气，内心暖洋洋，展颜一笑打趣道，谢谢苍，你也有很多小秘密吗？苍一脸认真，有一些想知道的话我可以都告诉你。这一刻看着苍那帅气认真的表情，铃木的心脏不争气跳动快了些。不用秘密怎么能告诉外人呢？苍微微一笑，目光火热地看着他，不会告诉其他人，只告诉你，唯有你能听。这话顿时让铃木变得手足无措，耳根发红，心激烈跳动，这个男人在撩我。见状他只好转移话题，部落距离这里远吗？部落距离这里有一段距离，需要2天的时间。对刚才的话题没追问下去，只要铃木不是明确的拒绝，那么就表示对他还是有一定好感。铃木听后点点头，对这个时间还是能接受，只不过让他回去时慢些，方便收集调料。随后铃木负责起了烤肉，边烤边问安神草是个什么东西。知晓了铃木对这些基本常识一无所知，苍直接开口解答，一个可以在每年魔力潮汐中让兽人用来保命的植物。雨季和冬季开始的那天，空气中魔力会急剧暴增，而兽人在成年后面对这种浓郁的魔力，很容易引动自身的魔力暴动。暴动的结果轻则短暂理智失控，重则当场陨灭。闻言，铃木的眉头微微紧皱，然后抬起微微放光的手，那像我这种亚兽呢？亚兽没事，魔力潮汐只针对兽人，且当兽人与亚兽结气后，哪怕经历魔力潮汐也不用担心魔力暴动，所以亚兽对每个部落和兽人都很珍贵。铃木听后松了一口气，小命不用担心了。接着把手中烤好的肉递给苍，像我这种的亚兽很多吗？苍见那递过来的烤肉并没有用手去接，而是微微弯腰把头伸过去张嘴咬。铃木被他的这一举动吓了一跳，最后指尖触碰到对方嘴唇时，心脏不争气的跳快了几分。还不等他发难，苍咽下烤肉给出了回答，亚兽与兽人结气后，可以使用兽人掌握魔力的一部分能力，在结气前就自主觉醒魔力，则被称作巫，且不是每个部落都能拥有。而我们清水部落就有一位巫存在。他的语气十分骄傲。那安神草长什么样，好找吗？闻言苍有些低落，不好找，我这次外出已经找了好久，还是没找到至于安神草的模样，就是普通的小草，颜色浅了些，靠近精神就有种放松的感觉。那安神草有没有能量波动或魔力波动？有，在没有被采摘或者服用之时，魔力波动很微弱，近乎不能察觉。听到这个回答，铃木放心了，只要有魔力波动，那么就别想躲开他的探查。吃完早饭，苍变成了兽形，然后扭头看向铃木，铃木你上我背上来吧。铃木看着超大号的白老虎，他眼睛里闪着亮光，只是看着这高大的白虎他上不去啊。见状，苍将长长的尾巴蹭了蹭铃木，然后卷起腰把他送到背上。这一刻苍极为满足，虽然这一刻他就是欺负铃木不懂这事，在他看来反正迟早在一起，提前背着伴侣就当提前适应，甚至都想好进部落时就这么背着铃木光明正大的进去，让其他单身兽人息了不该动的心思。而铃木此刻对他的想法毫无所知，正对苍的皮毛爱不释手，这也刚好完美符合他喜爱标准，因此越发觉得苍就是他的最佳恋爱人选。内心劝诫了一番自己要矜持后，便伸手拍了拍苍的背部，苍接下来你适应一下我的能力。话音落下，他使用自己探索之光的能力，感知起周围方圆1000米内蕴含能量的物体，并把感知的结果实时共享给了苍。顿时苍脑海便浮现出数团能量的位置。就在他不解时，铃木适时解释，感觉到那些能量团了吗？那些就是活着的动物或是蕴含魔力的东西。听后苍的虎眼不禁瞪大了，接着他的注意力放在那些感知到的能量体，发现这个感知覆盖的范围还挺大，不愧是我看上的亚兽伴侣。想着他开心的甩了甩尾巴，抓好我要赶路了。时间一晃已从白天入了夜，但一整天的赶路搜寻安神草却仍不见分毫。反观铃木今天则是收获满满，只不过这个收获却是苍找到许多可食浆果，而这些从未尝过的果子满足了铃木的好奇心以及口腹之欲。烤肉好了，这是按照你教给我的方法来烤，尝尝味道怎么样？苍说着就拿着烤肉递到了他嘴边。铃木本想伸手接过，但看到他那期待的眼神，没有伸手，而是直接张嘴咬了下去，甚至还轻轻咬了一下对方的手指，之后咀嚼了一下烤肉，顿时感觉浆果酸甜，让肉香提升个等级。对此苍笑了笑，眸中的火热如同要喷发的火山般，最后却又渐渐归于平静。就在铃木心里松一口气时，苍把他咬过
锅的那根手指，沾了些许果酱放进嘴里舔了舔，然后脸上带笑的对他道：“不错，果香十足，真的很美味，很好吃。”顿时让铃木的脸和耳朵变得通红。该死，这个男人好会撩。睡觉时，铃木依偎在白虎腹部中，没有抵触和戒备。随着火堆熄灭，温度又降低了些许。苍把自己的尾巴盖在了他身上，看着在自己怀里睡安稳的铃木，苍的双眸中满是柔和。一夜安稳。清晨，铃木醒来看了一下自己在苍怀中的睡姿，他没第一次那么尴尬，打了个招呼，手上又摸了两下毛茸茸的尾巴，然后松开手。苍变成人形，脸上带着开心的笑容。今天的铃木对他没有排斥，这是不是代表着正在慢慢接受他？想到这里，脸上的笑意又增添了几分。吃饱后，两人继续赶路，期间苍一直不间断收集浆果。待到临近傍晚时，带着铃木来到一处隐蔽的山洞。铃木，你在这里等着我出去狩猎。话落，苍化为兽形离开了。铃木则是回到山洞，找了处地方坐下。随后他探索周围蕴含能量存在，结果探查的第一眼便看到了那飞速狂奔的一大团能量体。不用想，在这个范围里绝对是苍了。随后就见那团小的能量体消散不见。他知道苍狩猎成功，只是片刻后发现苍并没回来，反而是继续向远处前进着。他有些好奇，下一秒苍的能量团就消失在感知范围，这让铃木很是无语。虽然他也能增加感知范围，但那样消耗精神力会对自身造成负担的。没了苍的能量团，他只好一边警戒一边休息。不知过了多久，铃木突然察觉到有一团能量体正朝这里飞奔而来，发现来人是苍后，他放下警惕。接着苍来到山洞前，铃木，你快来看，我找到一个和野葱气味差不多的植物。闻言，铃木来了兴趣，起身小跑出去，一眼就认出了他所说的植物是野生的山姜，只是那足足半米大小的山姜根茎，让他不禁赞叹兽人世界的营养丰富。开心的接过山姜解释，这个植物叫山姜根茎，可以用来当做调味料，同时也可以用作治疗受冷发热病的药。闻言，苍又惊又喜，但更多的是激动。苍，我们明天再去挖点带着吧。如今葱姜都有了，日后拥有自然辣椒的日子应该也不会远了。对铃木来说是用作吃最为重要，但对苍来说这两种材料对部落作用最为重要。要知道每年的雨季都少不了亚兽受冷发热病，每年都有人撑不住回归兽神的怀抱，有了这两种药应该能减少部落亚兽死亡。看着铃木，苍感觉自己未来的伴侣真是又好看又优秀，能主动告诉他这些植物的作用，这代表着铃木开始相信并让他在心中有了位置。想到此，苍把他搂进怀里，木木能够遇见你绝对是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事，也谢谢你给我了解你的机会。听着那真诚磁性嗓音，铃木感觉理智快要坚守不住阵地，美色误人啊，心中这般想着，手却是诚实抓着那根毛茸茸的尾巴。木木起来吧，不是说好今天去挖野山姜吗？不同于铃木心里的天人交战，苍他则是从里到外透露着开心。闻言，铃木把手中尾巴放下，然后去准备早餐。等二人吃完饭后，直奔野山姜的地方。等到铃木亲眼看到时，却发现自己还是小瞧了这数量。本以为野山姜会是三三两两稀稀拉拉，结果却是入眼一整片。苍低头用虎头蹭了蹭它，木木，你在这边等我一下，挖完就喊你来收，不用全挖，留下一部分继续生长，之后再有需求再来挖就行。苍应下直奔那片野山姜去了。随即铃木便看到动物挖坑的速度，仅仅几个呼吸就能看到刨出了不少山姜，就是那个姿势，在他看来特别像猫拉屎挖坑的动作，尤其当背对着他时就更像了。不过这突然背着他，那一对晃动的铃铛被他看了个清楚，顿时脸变得滚烫，脑子空白，一时没移开视线。这直勾勾目光让苍突然心生感应，扭头就看到了他的视线，想到了自己刚才的动作，那翘起来的尾巴顿时落了下去，藏在毛发下的脸也红成了一片。接下来苍无论在哪挖都不会背对着他，而铃木也准备给自己找些事做。连吃2天的烤肉和浆果虽说不至于吃腻，但增加点素菜改善伙食还是很有必要。这时他看到了一朵熟悉的小黄花，走上前去发现是蒲公英，凉拌可当菜，外敷杀菌还活血化瘀，煮水还能治风热感冒。然后便蹲下开始挖了起来，只是他这挖着不免走远，待他感觉腰酸站起来时，早已看不到苍的身影。铃木动用了自己的能力探索苍的位置，然而这次除了看到苍的能量体，还让他发现自己身前5米大树那也有能量存在。虽然不知道这个能量体为啥只是星星点点，但身体还是做出本能攻击反应。只是待他临近后看到的却是树洞里面几十棵嫩绿的小草正扎堆长在其中，稍微上前，心间好似吹过一阵风，让人放松了紧绷的精神。这等反常的事让他本能倒退数米，在察觉不到干扰时，这才想起苍安神草的形容，感觉真挺形象的。这时感知到苍的能量团正向这边飞快移动，几个呼吸过后，苍看到了它就是一个飞扑，看着那6米多长的老虎扑来，铃木脸色当即就变了。这个体型扑过来，确定不是想直接送他归西吗？而就在白虎从半空扑下时，兽形直接变成人形，落地的瞬间就铃木拥进怀中。木木，你吓到我了，怎么不说一声就跑出这么远？万一出了危险，你要我怎么办？苍瓮声瓮气，语气中掩藏不住的担忧与害怕。铃木听后抱了抱他，是我错了，我道歉。不该不告诉你就乱跑，让你担心。话是这么说，但苍还是松开了他，只是在松开前报复性咬了下他的耳垂。这突然的袭击顿时让铃木一个机灵本能想着离远些，只是刚退就一步就被拽了回去。感受着苍握住他手掌的力气，再见到苍那依旧不开心的表情，心里的那点羞愤当即消散不存。闭上眼，我送你一个你特别想要的东西当做道歉。苍听后激动了，以为是爱的亲亲，想着他紧闭双眼，但他发现自己想错了。铃木只是牵着他的手向一旁移动3步站定，好了，可以睁开眼了。苍有些失望，但随着树洞里的几十棵嫩绿小草映入眼帘，他感觉自己的心跳突然有些加快，他不敢相信，激动转身抱住了铃木，然后低头就亲了一口。分开后2个人愣住了，过了一会儿铃木才回过神，眼神有些幽怨盯着苍，而苍被盯得有些受不了，连忙转移话题。木木，我先去采摘安神草。说罢大步跑了过去。对此铃木不满地冷哼一声，他保存了这么多年的初吻，居然这么不清不楚的没了，他现在很不开心。兽人的听力很好，苍自然听到了他的冷哼，顿时心头一跳，连忙扭头露出了讨好的笑脸。见到铃木只是不开心后松了口气，不过接着他又想到了刚才那一吻，不禁舔了舔嘴唇，脸上又满是开心。木木的嘴巴好甜，可惜这一次尝到后，下一次不知道是什么
什么时候啊？铃木来到了仓跟前，这才注意到他正用2根手指小心翼翼采摘。他轻声问：这东西这么娇贵的吗？至于这么小心翼翼，倒也没有，我就怕自己扯断了，那样安神草的效果就差了很多。闻言，铃木退到一旁等着。随后仓捧着那些嫩绿的安神草走过来，木木你帮我放着吧。应下后，铃木一把抓过塞储物空间里，那暴力的动作看得仓眼皮一跳，不过他并没说什么，毕竟这是自己选的亚兽，得宠着。铃木把安神草放好后对他道：好了，赶紧回去把野山姜收起来吧。很快二人回到了那片野山姜地，把野山姜收好后，铃木感觉自己的储物空间快要塞满，看着又要跃跃欲试去挖山姜的仓赶紧阻止。见此，仓点点头后没去挖，不过心里却是记下了这个位置。如今他找到了安神草，铃木那里也放不下多少其他东西，所以二人便直奔部落而去。原本说好的2天时间可以返回，但那却是仓独自一人全力赶路的时间。如今加上铃木后，仓担心对方适应不了他全力赶路，只能放缓速度，于是返程的时间便成倍的增加。这一日临近傍晚时，仓狩猎回来，还顺带着给铃木摘了一捧浆果。只是等他回到原来位置，却发现铃木又不见了踪影，顿时狩猎回来的喜悦变得荡然无存。虽然他能闻到铃木距离他不远，但还是很生气，于是恢复兽形后就是一声怒吼，接着就看到不远处的草丛中飞出了2只颜色艳丽的咕咕鸟，随后紧随而出的是满脸焦急的铃木，他手持着尖锐兽骨冲了上去，那野性姿态看得仓心神一荡，不过随即就是满脸的郁闷和不开心，毕竟让亚兽去捕猎，只能说明作为伴侣的兽人很无能。想到这里，他心中很是烦躁，看着那2只低空飞行的咕咕鸟，眼里满是凶戾，放下手中的狩猎成果后，一个飞跃就冲了过去，接着就见仓一口咬住一只，同时尾巴把另一只给抽死。这野性暴力的一幕看得铃木羡慕不已，仓叼起那2只咕咕鸟转身向他走去，当在看到那满是羡慕崇拜的双眼时，心里的那点不快瞬间消散。走到近前后，仓变为人形，一脸认真，木木你以后想吃什么和我说就行，千万别自己来，这个世界让亚兽去捕猎是对兽人无能的肯定。闻言，铃木很是无语，但还是点点头应下。见他应下，仓这才满意，走吧，回去你先吃点浆果，我把咕咕鸟处理一下再给你烤了吃。铃木愣了一下，这才反应过来仓说的是他手里拎着的鸡，看着那2只1米多高的咕咕鸟有点期待，等他真吃上咕咕鸟，发现味道就是鸡肉味，顶多就是肉质嫩了一点，没有那么柴。吃着，铃木突然想起了什么，赶紧开口问道：仓你还记得咕咕鸟在哪里飞起来的吗？估计会有鸟下的蛋，那可是个好东西，可以用来做好多好吃的。听到是吃的，仓兴趣就没那么大，不过看到他那激动的表情，还是决定陪他去一趟。见状，铃木主动牵起他的手，仓宠溺的笑了笑，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些。因为咕咕鸟飞出的地方距离不远，所以没多久仓带着他找到咕咕鸟的蛋，看着那一个顶3个鸡蛋大的鸟蛋，再看看数量整整15个，对此铃木别提多满意了，把10个塞进储物空间，他留下5个准备尝尝味道。虽说兽人可以变成人，但总归带了兽的特性，而一些人类可以食用的食物，对兽类来说就等同于毒药，所以这种事必须得提前问好。仓兽人可以吃野菜吗？或者口味较重的食物？可以兽形态会喜欢吃生食，人形态就和亚兽一样没区别。不过真说起来，兽人更喜欢吃肉，那样更容易吃饱。闻言，铃木放心了，对着仓晃了晃手中的鸟蛋，笑道：那我们就用这个做一道菜尝尝吧。很快2人回到原来的地方，然后铃木开始忙活。5个咕咕鸟蛋他准备用2个做水煮蛋，剩下的3个自然就是野葱炒蛋，刚好咕咕鸟身上的油脂还剩下一些，用来炒菜完全不会浪费。而仓负责的就是控制火焰，2份咕咕鸟蛋的料理都极为简单，所以从开始到结束总共没有用几分钟。闻到空气中的葱香和炒蛋的香气，这时铃木递给了仓2根小木棍，用这个吃，用手的话太烫了。仓接过2根小木棍，看得满头雾水，他实在是不知道用这个怎么吃，正疑惑着，就看见铃木用2根小木棍夹菜，那轻松惬意的动作让仓心里不免生出一种不是很难操作的感觉，于是仓也学着用小木棍夹菜，只是明明2根小木棍都在他的手中，但就是不听他指挥。经过多次尝试后，仓终于成功的挑起了1根野葱，只是在入口时2根小木棍又打了起来，最后那根野葱又飞回石板上，他感觉自己拳头硬了，心中火气蹭蹭往外冒。这时面前突然出现了2根小木棍，上面夹着好些葱和蛋，抬头一看正是铃木在喂他，顿时心底的火气便消散。对此仓满心欢喜，张嘴把那一筷子的菜吃进嘴里。这一刻仓感觉原本很美味的菜，现在变得更加美味了，于是2人很快就把盘子上的菜吃个干净，剩下的水煮蛋铃木收起当明天早饭，吃好休息片刻。铃木骑在仓的背上准备连夜赶路，一夜奔波待到次日天边亮起，一人100虎，这才减缓了赶路速度。看着天边那明显的朝霞，铃木拍了拍仓的脊背，不能停，得赶紧找到一处避雨的地方。仓很是不解，木木你是说要下雨，可是阳光很足啊，你说的准不准？仓话是这么说，但速度却开始加快，天气的变换真的无法说得准，而且看天色变的速度，想来距离下雨也不远。索性仓带他找到了避雨的地方，一个专门给部落族人外出狩猎用来休息的食屋。木木你在这里等着，我在附近狩猎一下，免得雨下的时间太长让你饿着肚子。仓说着在食屋附近留下了自己的气味。闻言，铃木给仓开了一下感知，好方便快速定位猎物的方向位置。仓低头用虎头蹭了蹭它，然后转身就直奔猎物所在的地方去。在仓走远后，铃木一边开着感知警戒周围，一边习惯性的打量着周围的植物，没想到却发现兽是特定放大版车前草。铃木检测确定无误后，这才动手去挖，只是车前草随地可见，他采摘了一部分够吃后便回了食屋，清洗了一下车前草，就等着仓回来。未过多久，随着一滴雨的落下，顷刻间瓢泼大雨砸落地面，视野所见之处变得水汽朦胧。见仓还没回来，铃木觉得有必要用姜熬一锅水给对方去寒。只是食物因为是专门给部落外出狩猎族人暂住用的，所以像石锅木柴之类是有的。至于点火的问题，自然选择钻木取火，一根木棍，一节坚韧的藤蔓，再找了一些木屑和一点燃的枯草，很快就组装好钻木的工具并点燃了火。
石锅简单清洗了一下，然后加入对人体无害的雨水，再切了些许山姜。渐渐的，石锅中的水逐渐沸腾，一股山姜辛辣的味道也能轻易被闻到。见状，铃木先用果壳给自己装了些尝尝，发现山姜味道更浓郁，辛辣效果更好。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笑，然后没过多久，仓就全身湿漉漉进了食屋。木木今天运气不错，又抓到了2只咕咕鸟和好些鸟蛋，还找到了不少浆果。仓说着一脸快夸我的表情。铃木笑道：“仓你真厉害，先去火堆那里烤烤火，再喝碗姜水去含咕咕鸟给我。今天换种做法吃。”看着已经处理过的咕咕鸟，铃木知道仓为什么回来这么晚了，因为仓已经处理过。他从储物空间拿出一些野葱和山姜，塞进咕咕鸟的肚子里，然后用仓装浆果的大叶子给包了起来。下雨的天气这么凉，火堆自然是点着。为了不浪费，再顺带做个叫花鸡，刚好合理运用，不浪费资源。而且因为下雨的缘故，此时外面的地面已经一地泥泞，取泥包裹根本不费力。然后在仓一脸疑惑的表情下，铃木把泥蛋扔进火堆，顺势又加不少木柴。仓有些不解，木木这样做的咕咕鸟还能吃吗？没问题，只不过需要烘烤好长时间了，就留着当晚饭吧，现在就吃这只咕咕鸟好了。吃饱后，看着外面雨势依旧不见减小，铃木想起快要到来的雨季，开口问道：“仓，雨季的时候每天都是这样下雨吗？”“差不多吧，有时候会小很多。”说着，仓往铃木身边靠了靠。闻言，听后铃木第一反应是这么长的雨季，植物不得全部泡烂了。但是想着这个世界的独特后，又坦然接受。正想着，就感觉腰间出现一只大手，顿时浑身紧绷了起来。随着仓整个人贴过来后，身体开始放松。做什么呢？吓我一跳！这不是担心你冷，给你暖暖。说着，仓把自己的尾巴露了出来，塞进了铃木的怀里。铃木摸着毛茸茸的尾巴，没有再说什么，但是眼神却是直勾勾看向仓的头顶。仓感受着他的视线，那显露出来的兽耳忍不住抖了抖，接着就发现兽耳一暖，看到铃木摸他耳朵后，仓笑了笑打趣道：“木木很喜欢我的耳朵吗？”“很喜欢。至于遮掩害羞不存在的，猛男喜欢猫耳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而仓此时却是因为铃木直白红了脸。铃木喜欢兽耳，而兽耳是他的，所以等于铃木喜欢他很合理。想到这里，尾巴不自觉圈住了铃木的腰，眼神变得火热，而后渐渐靠近。就在他要一亲芳泽之时，却被铃木一把推开，然后就听到他一脸严肃：“有一伙很大的能量团正向这里赶来。”说着，铃木把感知共享给了仓。仓看到感知情况后，脸色瞬间变了：“木木，你收拾东西，我先去看看。若是有问题，我们就需要冒雨赶路了。”虽然他也知道让亚兽淋雨不好，但是他更明白安全最重要。这一刻，仓却是不满自己的弱小，不然也不会没把握保护好自己的亚兽，只能冒雨逃跑。铃木不知道他的想法，他只知道这样做很对。叮嘱仓注意安全后，仓就变成白虎直奔能量团所在位置，大老虎出去和未知能量团接触。铃木心里升起了一丝不安的感觉。自穿越这个世界到如今，这几天的安稳生活让他着实有些放松。回头看食物，发现留下踪迹实在是太多。他快速整理好心情后，把食物打扫干净。这时他感知到仓的能量团和那一伙能量团接触，下一秒就见那一伙能量团中有一团突然消散。见状，他知道接下来应该要冒雨赶路了，且这天气若是淋了雨绝对会生病，所以制作简易雨衣是必须的。看了看周围茂盛的杂草，他没得选择。想了想，铃木把食物门口杂草拔了个干净，然后开始编织。很快，一件又丑又简陋的雨衣就成型了。拿火把在内侧烧了烧，他这才披上身。接下来便是等待仓的归来。此时他发现代表仓的光团正向食物狂奔而来，千米的距离对全力赶路的仓来说只是仅仅顷刻间。随后仓那本应雪白的皮毛却被鲜血沾染。木木，我没事，这都是其他兽人的血。闻言，这让提着心的铃木松了一口气，正准备收拾东西离开，只是他刚有动作，仓化为人形走过去抱住他。木木不用走，前来的是我们部落的族人，刚才是流浪兽人袭击才打了一架。铃木松了口气，但眉头还是不安的微皱着。见状，仓以为他是在紧张，柔声安慰：“不用紧张，你这么好，族人们一定会喜欢你的。”见他这么说，铃木也没解释，只是提议煮点姜水。仓点点头，他之前喝过姜水，自然知道效果。虽然淋雨对兽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喝了姜水去驱寒，让身体暖和一下也是很好的。再者，自家伴侣对族人的心意，他又怎么可能会拒绝？这时铃木指了指大泥蛋对仓招呼，仓看到了他旁边的大泥蛋，顿时明白了意思，接过那个大泥蛋，手中魔力凝聚，很快温度上来。片刻后，仓感觉到里面的肉应该熟了，于是散去手上的魔力。这时不远处兽吼声响起，族人们来了。随即他拉上铃木走了出去。出来后，入眼所见，狮子、老虎、豹子、老鹰等等皆是食肉动物。对面的兽人们也看到了铃木，明白他就是仓说的正在追求的亚兽。小小的皮肤很白，这些对他们来说虽然很有吸引力，但是最有吸引力的还是对方身上那特殊的气场。仓看着其他兽人的视线，不禁眉头一跳，直接上前挡住了铃木的身影。别愣着了，赶紧变成人形进食屋。木木给你们熬了姜水驱寒的。众兽人应声，随即便恢复人形进屋。看着恢复人形的兽人们，铃木眼中闪过一丝疑惑，拉了拉仓的手，小声道：“部落的族人有会钻地的吗？”仓听后摇摇头，随即想到了什么，面色一严，下面有兽人。对此铃木没有回答，直接对仓开启了感知共享。而后仓察觉地下有6个能量团正在向上移动，位置正是族人这次外出收获的货物呢。当即仓就化为兽形冲了出去，猛狮吼了一声，用简短的兽语向族人传递了消息。对此兽人们没有怀疑，恢复兽形冲了回去。而铃木感知到地下兽人的移动方向变了，连忙对仓喊道：“仓前面有坑，6个分开，4个阻拦你们2个直奔货物。”话音刚落，仓用力一跃落地，瞬间把那大坑震了出来。同时坑中4只大老鼠的身影出现在兽人们眼中，确定过眼神不是自己人开打。而仓越过后没有停留，直奔留守货物的族人。这时
时，两个属兽人从地上钻出，发起偷袭。随着怒吼声响起，猛兽之间的战斗分出生死的厮杀，血腥的场面铃木见过不少，但这种大型猛兽间的厮杀他还是第一次见。不过看的同时也没忘记紧盯场上的情况。从见到苍他们之后，那6个属兽人从偷袭就变成了逃窜，毕竟真交手他们这些人2打1都没有胜算。巧的是清水部落这些兽人里还刚好有着一个拥有土系魔力的兽人，于是在铃木给予定位支援后，那几个属兽人根本无处可逃，很快几个属兽人就死去一半，剩下的3个在兽人们的围困下瑟瑟发抖，面对生死恐惧就会转为疯狂，最后来一个临死反扑。于是铃木成了最佳选择目标，想着其中一个属兽人用他们独有的沟通方式把想法传递了出去。沟通过后，3个属兽人一同动手，其中2个不顾伤势阻拦了兽人们，而最后一个则是直接冲向了铃木。待到反应过来后，那个属兽人距离铃木仅剩10数余米的距离，察觉到这一幕，苍的眼睛顿时红了，那愤怒简直实质身影直接冲了过去。而其他清水部落兽人也慌了，他们没想到大意之下让亚兽遭遇了危险。这一刻，在场所有兽人都觉得铃木必死无疑。就在属兽人即将靠近时，铃木从储物空间中拿出一根兽骨，对准属兽人的眼睛投掷而出。而那属兽人因为距离太近，以至于察觉到危险后想躲闪已经来不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根兽骨穿过瞳孔，最后没入大脑惯性跌倒在铃木面前。铃木把兽骨抽出后被鲜血喷了一身，见状苍被他的动作给惊艳到了，心跳加快，同样还惊艳到清水部落其他的兽人。对此铃木却是有些郁闷，好好的一身衣服结果被血染上，作为与他一同穿过来的唯一一套衣服，别提多珍惜，毕竟真弄坏还不知道能不能再穿上这种布料的衣服呢。感受到脸上那粘稠湿腻，特别想洗漱一下，正想着就发现苍来到了跟前，手里拿着不知哪里来的兽皮给他擦拭，且效果好的出奇，除了衣服上还有残存外，身上已经干干净净。随后苍把他搂进怀里，满是自责，对不起木木，明明我在这里，还是让你受到了危险。铃木伸手反抱住他手，轻轻拍了拍他后背，不用道歉，那个属兽人对我没有威胁，我是知道自己能反杀对方才会面对，不然我会躲起来的。话是这么说，但是苍还是无法原谅自己让他遭遇到了危险，不过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是晚了，所以整理了一下情绪，苍极为认真道，木木，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你陷入危险中，我相信你。此刻除了这句其他话都是多余。苍听后笑了，内心受到了治愈，行到深处他本能的吻过去，在即将亲到时被铃木用手挡住，又想占我便宜也不注意场合，话落他推开苍进食屋，苍很是郁闷，到嘴的轻轻飞了，不过感受到了后面的视线后，扭头就看到了一群八卦的族人，这才明白铃木拒绝他的原因，无奈只能冷哼一声表达不满，然后才招呼众兽人去喝江水。虽说江水的味道有些兽人接受不了，但一碗江水下肚后，他们这才明白江水的好处，那由内向外的暖意着实舒服极了。这一刻，在场所有兽人对铃木的好感度再度加100，那友善的眼神都变得火热。对此铃木没什么反应，但苍却要炸毛，别以为他看不出来，有不少兽人的视线都快变直了。于是吃醋的他一把抱住铃木宣示主权，铃木明白他的心思并没抵抗，而这也让苍的脸上挂满了笑容。这时铃木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才注意到在场兽人在斗争时都受了些伤，虽说都不是很严重，但是还是会有鲜血流出，拍了拍苍的胳膊示意他松开，苍听话的松开，只不过从抱着换成了手牵手。铃木没有多说什么，牵着他的手前去受伤的兽人那里。铃木的到来让那些兽人有些不知所措，毕竟双方关系还是陌生，而铃木看着那皮开肉绽的伤口，只感觉兽人是真的皮糙肉厚。苍没有止血的吗？有，不过这种小伤不值得浪费草药，自己舔舔就可以了。这回答纯纯的原始社会风格。铃木很不解，为什么非硬汉一样自己舔，用草药止血不是更好吗？木木止血的草药很珍贵的，下次遇见不要放过我们不嫌多。闻言，铃木指了指食屋外面的那些车前草道，那就是可以止血的草，刚才你还吃了不少，摘点回来试试吧。话音刚落，屋里所有兽人都去摘车前草，片刻后食屋周围的草被摘个干净。铃木看着和他一样高的草堆，忍不住嘴角抽搐。我只知道新鲜的车前草是具有止血作用，晒干之后有没有就不知道了，不过摘了这么多，一会儿也别浪费了，炒咕咕鸟蛋吃吧。说着拿出一把车前草递给了受伤的兽人，车前草捣碎敷在伤口上就行，食物没有时就只用嘴嚼烂在外敷。话落面前的兽人便把车前草塞嘴里咀嚼，随后脸色都变了，毕竟车前草再怎么说也是草，肯定不是这些肉食兽人能轻易接受，只是哪怕咀嚼的面目扭曲也没吐出来。很快咀嚼好后的车前草被吐出敷在流血的位置，没过多久那伤口成功止住血。见状众兽人满脸欢喜，这下受伤的族人可以随时接受治疗了，毕竟这种止血的草药随处可见，同时对铃木的喜爱度也直线提升。看得仓促一大发把铃木搂在怀里，然后牵着铃木的手一边走一边道，木木我们去吃咕咕鸟吧，都烤熟好久了，再不吃就凉了。认识了这几天，苍知道用吃的来转移他的注意力百试百灵。好，我也馋好久了，不过真的不用分给部落其他族人吗？苍拒绝的相当干脆，他绝对不要把木木做的料理分给其他兽人，那把这些给他们吧。说着铃木拿出一些蒲公英来，等伤口完全止血后再把这个嚼烂了敷上，可以杀菌避免发炎，有助于伤口愈合。接过后苍扭头就丢给了其他兽人，至于转述完全不用，在食物里铃木的声音足够他们听清的，而且他才不要浪费和木木粘在一起的时间，有那个时间他和木木贴贴不好吗？这般想着二人来到了那泥蛋前，只是接下来该怎么做，苍看向铃木，把这层泥壳敲开就行了，不要太用力，不过里面会特别热，得小心一点。苍没敢用太大的力气，只是轻轻一敲，那泥壳便出现了裂纹，随即一股浓郁鲜香的味道从裂开缝隙中喷涌而出。苍这时也惊讶到了，
他没想到这样做出来的咕咕鸟会这么香。铃木咽了一下口水，苍把那层壳扒开，把注意别烫到自己。明明他就没放什么调味料，就只塞了野葱和野山姜，结果味道居然出乎预料的香。果然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苍动手把那层泥壳去掉和包裹的叶子去掉，咕咕鸟的香味彻底挥发在食物中。他把咕咕鸟的一条腿撕下来递向铃木，铃木没客气接过吹了吹咬下去，嫩鲜香没有多余的味道，只有咕咕鸟最原汁原味的美味。苍你也快吃，他说后就埋头大吃了起来。苍看着他的吃相眼中充满幸福感，随后撕下一块肉吃了起来，入口瞬间就被这咕咕鸟的味道惊艳住，那软烂嫩滑的口感，肉质鲜香的味道，让他明白原来肉还能有这种滋味。他两人是享受了，但是对食物中其他兽人就是折磨。不过他们并没开口说尝一下，因为就和苍所说的一样，成年的兽人要自食其力，再者也不能抢夺亚兽的食物。可真的好香啊！因到肚子饿的复鸣声，铃木这才注意到了食物里的情况。看着那些满眼都写满馋和饿的兽人，他出声问道：“苍，你吃饱了吗？”苍把嘴里没嚼碎的骨头渣子吐出，还行，等雨停了我再去捕猎就行。那里不是还有一堆车前草吗？刚好和咕咕鸟蛋炒一下，大家伙也分一下尝尝。说着，铃木拿出了咕咕鸟蛋。苍见状一脸不开心，他还以为铃木只是关心他呢，但看着自家老婆这么善良，对族人这么好，又和没事人一样开开心心，交给我就行。之前木木做的时候我学会了，我去做就行，你休息。铃木想了想，应下，简单的小炒而已，应该不会有问题。但他却低估了苍的学习能力，在只看了一次的情况下，菜就做得有模有样。至于味道，从那些兽人争抢的结果来看，应该是很好吃。就在他想找个地方靠着睡觉时，苍来到了身边，将他搂在怀里，在我怀里睡吧，暖和。铃木听后很想说这个借口很烂，但困意上来，他直接陷入睡眠中。等睡醒睁开眼时，天色已经黑了。环顾四周，发现食物里的兽人少了一部分。就在他疑惑之时，兽人自外面回来，且每个人手上都拎着最少2只以上咕咕鸟。看着其他兽人陆续满载而归，铃木知道自己耽搁苍捕猎了，刚准备开口起身想让苍去捕猎，苍却开口：“木木之前族人们和我说，想让你交给他们做那个泥巴咕咕鸟，他们则是负责我们的晚饭，你同意吗？”铃木想也不想就痛快答应，毕竟制作起来也不是很难。只是他刚起身，苍就伸手牵住他，跟着一起前去。毕竟对苍来说，这是宣示主权，耀武扬威。很快，一个个大号的泥团被兽人们制作出来，随后烘烤。这时，铃木这才发现有火系魔力的兽人还不少，但相比魔力强度来说，还是苍强些。而铃木作为食物里唯一的亚兽，其他兽人早就帮忙准备好了食物。看着那一堆咕咕鸟腿，苍气的眼珠子隐隐发红。这群族人送吃的就是想和他抢人，但凡是真心实意来感谢的，也应该和他一样，被送予一整只咕咕鸟。想着苍直接上前从背后抱住铃木，微微低头在他耳朵柔声：“木木和我一起吃好吗？”那充满磁性无比诱人的声音，顿时让铃木的身子酥软。见状，苍心中偷笑，赶紧抱着他离开。至于那些咕咕鸟腿也没放。于是，在其他兽人双眼冒火的视线下，苍把所有咕咕鸟腿吃个干干净净。这顿晚饭依旧只有他们俩吃得开心。夜色越来越深，苍看见铃木眼底的困意，伸手搂住他，轻声道：“木木，继续靠在我身上睡吧，明天我们就能回到部落再好好休息。”于是铃木开启共享感知给苍，然后在他怀里找了个舒服的位置，这才浅浅的睡去。天刚蒙蒙亮时，鸟鸣声叫个不停。铃木被吵醒后先一步起来，随后兽人狩猎结束，吃完早餐后，众人便启程回部落。这一次赶路的速度不是很快，中午时分，一处依山傍水的地方就出现在视线，那诸多稀稀拉拉的食物便是清水部落。随即众人加快速度直奔部落而去。临近部落时，铃木感知范围里出现了大量大小不一的能量团，而苍也察觉到了，虎啸一声。很快，视线里出现了多种动物组成的兽群。等到双方会面，铃木知道这就是清水部落的兽人们。交谈结束后，一只气度不凡的黑豹向着苍这里走来，视线却是看向铃木。临近后开口：“你好，铃木，我是隐清水部落的族长，欢迎你的加入。”铃木拍了拍苍的后背下来，温和一笑。虽说体型上铃木比其隐的黑豹差了太多，但是在气场上却没落于下风。隐见状，双眼中闪过一丝诧异，然后看向苍：“你带回的亚兽很不错。”苍听后很是开心，面色虽没有变化，但是那甩动的尾巴已经表明心情了。随后把铃木放在自己的背。回到了部落后，铃木再次受到了亚兽的注目礼。对于那些对他点评的亚兽，他没有在意。这时众兽人从兽形变为人形，然后各自去忙碌自己的事情。铃木则是被苍拉着去见家长。随着苍带他来到一座石屋前，铃木强压下心里的紧张，跟着一同进去。亚父，我回来了。苍的声音还未落下，一个衣着兽皮、身形俊朗的中年男子出现在视野中。苍，你终于回来了，出去这些天没有受伤吧？说着就要上手检查一番。上前时这才注意到站在苍身边的铃木。苍见状赶紧开口介绍：“这是我的亚父青木，是部落里的巫。”介绍完了青木后，他又介绍起了铃木。这是铃木，是我在森林发现的单身亚兽，他也有巫的力量，还找到新的止血草，还有治疗发热病的药。闻言，青木的眼里顿时闪过一丝亮光。这时再看向苍的眼神已经没了之前的关切，这么久居然还没确定伴侣关系，他有些不满。这时门外突然传来兽人急慌的声音：“巫，你快来看看夏花呀，她现在发热，好烫啊！”话音未落，一个长相有些稚嫩的兽人来到跟前。不过引起铃木注意的是那被抱着的少年夏花，他满脸通红，身子却一副寒冷颤抖的模样，只一眼就知道应该是发烧了。青木连忙上前摸了摸夏花的额头，接着皱起了眉，确实是发热病了风，你先把夏花放下，我拿兽皮试一下，给他擦擦降温。铃木听后出声：“他是昨日淋雨了吗？”瞬间把其他人的视线都吸引了过来。对此铃木只是等待着对方的回答。是的，昨日夏花他
话还没说完，就被林木打断，应该是淋雨着凉导致的，把它放下。青木，你继续，但用温水擦。另外，仓去煮些姜水，多放点姜。说着，他就拿出了姜，那个分量看得仓忍不住眼皮一挑。不过他接过就去煮水了。而另一边的青木也开始忙了起来，唯独风的兽人无事可做，只剩下满脸焦急，看着坐立难安的兽人，铃木开口安排他去帮仓烧水。很快，青木用食盆端着温水过来了，打湿兽皮后就开始擦了起来。只是这擦拭的部位都是衣服露出来的，其他位置根本没有擦到。铃木开口提醒，青木向脖梗两侧、腋下两侧、大腿两侧这些也得擦到。闻言，青木眼里满是震惊，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道：“这种部位我们外人不合适。”话音刚落，风和仓两个人拿着姜水过来，看了一眼风，铃木对青木笑道：“这里不就有一个不是外人吗？让他来吧。”闻言，刚进来的两人皆是一愣，青木却是露出了笑容。见青木没有开口拒绝，铃木起身走到仓那，把散发着浓重味道的姜水交给风，叮嘱了一番后，便拉着仓的手离开。青木见状，满脸的笑意，招呼风过来，告诉他温水擦拭的事，他便微微一笑离开了。此时刚离开没多久的铃木从仓口中得知，那位发烧的亚兽夏花正是风的伴侣，只不过是还没结气。他嘿嘿一笑，又拉着仓回去。这时在石屋的风终于压下心里的那份羞涩，刚要行动时，就听到外面有声音传来：“可以方便进去吗？还剩最后一件事忘记交代了。”得到同意，铃木就自己进来了，看着一脸严肃的风笑了笑：“刚才青木应该和你说了擦拭的位置吧？”此话一出，风刚恢复正常的脸色又变得通红一片，他点了点头。对此，铃木脸上的笑意更甚，接着道：“喝了姜水后，你那小伴侣会出一身汗，记得都要擦干，免得再着凉加重病情。所以现在的擦拭就可以擦全身了，这样效果也更好一些。”说完之后，他没有再停留，起身离开。而风的内心此刻却陷入了天人交战中。不过最后他接受了铃木的提议，把兽皮围起来后，风红着脸对着夏花伸出了微微颤抖的手，而铃木则是正跟着仓去他的石屋。部落的每一个兽人在成年后都会搭建自己的石屋，来证明自己成年可以自力更生。但来到仓的石屋后，发现房子里面却是泥泞一片。仓，你这石屋是不是漏水啊？除了漏水，实在想不出别的理由。我亲手搭建的房子怎么可能会漏雨呢？仓说着，动用自身魔力烘烤起了地面。铃木心里的疑惑更大了，那屋里的这些水是怎么回事？那雨季呢？一直下雨，这石屋如何住？仓把地面全部烤干，雨季不住，石屋住山洞，那样方便照看兽人能否安稳度过魔力潮汐，同时也方便照顾亚兽。铃木无法理解这种做法，但也没再说什么。既然部落会这么做，肯定是经过许多次失败后总结的最佳选择。不过说起雨季，仓突然想到收获的安神草，还没告诉族长和亚父呢。同时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也需要确定一下。他的语气充满了期待。木木，你是新加入部落的亚兽，按规矩部落是会送你一套自己的石屋，但是那种石屋没有我的好，也没有我的石屋大，你要不要住我这里啊？部落给的石屋可以自己推倒重建吗？虽然没正面回答，但是这个问题也已经表明答案了。仓期待的心瞬间跌入了谷底。可以，而且只要不浪费大小随意，那我要自己建房子，建一个住起来舒服的房子。说着，脑海里已经开始浮现房子的模样。仓听后有些郁闷，他的房子住起来也很舒服，他接受不了铃木不和他住在一起的事实。铃木看着这满满原始风格的屋子，实在是找不到有哪一点和舒服有关联。刚喊了声仓的名字，他就背过了身，把生气表达得清清楚楚。见状，铃木叹了一口气：“你这房子太简陋了，我想我们在一起后能住在更好的房子中生活。”此话一出，仓眼睛这一刻也满是激动之色，尾巴也甩动得更开心了。那我们快去找族长要房子，然后推倒重新建。但是铃木的表情却很复杂，他想和仓在一起，但是他是男人，并不是亚兽，这也是他一直纠结的问题。仓，你真的要和我在一起吗？和我在一起是不会有后代的，哪怕这样也要在一起吗？说着，双眸紧盯着仓的表情，而仓却是没有半分迟疑，直接道：“对我来说，只要木木在我身边就足够了。”那真诚的语气让铃木心中的那点不安终于被抹除，他主动的亲了一下仓，感谢神明让我来到这个世界遇见你，但却让仓红了脸，走去找族长要房子。铃木此刻想到未来的家，身体充满了动力。虽然他没有说试用期结束，但是仓也知道他们两人的关系已经是正式伴侣，现在唯一差的只剩下结气。随后两人手牵手的便直奔族长家去。铃木和仓两人刚进屋，敏就猜到他们是来挑石屋的，于是直接开口：“是因为石屋的事吗？铃木，你让仓带你挑一处没人住的就可以。”只是此话一出，铃木感觉族长和青木两人看向仓的眼神仿佛在说怒其不争，而在尹和青木的心里，铃木选择自己住就是仓自己不努力，这才导致看不上他。甚至尹都在想，要不是自己的儿子有伴侣，绝对是要和仓抢一下的。仓接收到族长和亚父的视线后，心里郁闷，直接搂住铃木，扭头亲了一下，然后理直气壮道：“木木已经答应和我在一起了。”闻言，青木有些疑惑：“那木木你为什么还要搬出去住？”“因为我想建一个更好的房子住，不想以后下了雨住的地方变成泥潭，那样对身体也不好。”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是论身体抗造，他连亚兽都比不过。这时尹开口：“那你建好了我去看看，若是可行的话，推广给部落的其他人。对他来说，没什么比安神草的事重要了。”想到安神草，他连忙开口：“仓，你这次出去的目标找到了吗？”仓一脸笑意：“找到了，还不少呢。”铃木配合的把安神草拿出来，那嫩绿新鲜的模样，顿时让尹和青木都愣了一下。“你们这是刚摘回来吗？”“摘了有几天，只不过木木的能力可以让它保持在刚摘下的时候，可以保存多久？只要不取出来就可以一直保存。”闻言，尹和青木那紧皱的眉头舒缓了。这个能力说强不强，但是对保存安神草来说则是最好的能力。青木笑道：“快收起来，有了这些新鲜的安神草，雨季和冬季都不用担心了。作为部落的
的屋，他是真的不想见到族人撑不过魔力潮汐。这一次族人前去交换来的安神草品质太差了，刚才青木和我还在担心族人们能不能撑过雨季的魔力潮汐，有了这些安神草和铃木的能力在，今年可以不用担心了。这一刻，影和青木看向苍的眼神多了一些满意。苍带回的这些安神草对部落度过雨季很有帮助，铃木的能力也是一样，你们两个可以去领2袋盐。苍听后却是没有接受，可是安神草是木木发现的呀，如果没有木木的能力，我根本找不到安神草。随后他便把遇见铃木后的一些事都说了一遍，而铃木则是静静的听着，品味着苍在其中对他感情的变化。只是说到击杀属兽人时，他明显感觉到影和青木两人看向苍有些不满，那种情况下还让亚兽受到威胁，苍你们太让我失望了。若真的势均力敌，那么还有情可原，可是己方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出现那种情况，只能说太过于疏忽大意了。铃木刚准备开口，苍却捏了捏他的手，木木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让你陷入危险就是我的不对，作为你的伴侣，在我失去生命之前，绝不能让你受一点伤。闻言，这一刻铃木的心跳加速，虽说这种情话并不浪漫，但是当苍用无比认真的语气说出时，他想最美的誓言也不过如此。青木适时开口，苍你要时刻记着这句话。苍语气坚定到我会的亚父。不过在离开前，青木却是想到了什么开口，木木明天是部落亚兽们的采摘日，你也一起来吧。铃木并没有拒绝，既然选择加入清水部落，那认识其他亚兽就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想看看部落里亚兽们食物是怎样。不过在此之前得先好好洗个澡。苍哪里可以洗澡，这个时候兽人可以在河里洗，这时的亚兽是不洗，天气不暖和会得热病。木木你是想洗澡吗？铃木摸了摸有些油腻的头发，赶紧回家烧水，不洗澡我浑身别扭。说着就拉着苍大步往回跑。等回到苍的家一顿翻找过后，铃木这才知道浴桶之类的东西根本没有，想要洗澡就只能准备一盆水，然后用兽皮擦拭，为了干净他只能接受，所幸苍家里的食盆有几个足够他用了。不过在洗之前他得先自制一下洗发水，自制洗发水需要水草木灰以及一个盆，这是最简单的洗发水，也是种花家老祖宗们曾经使用过的方法之一。操作方法也简单，有条件的草木灰加水用纱布过滤一下，没条件的直接往水里加草木灰就成，只是莫要一次性加太多。随后铃木就让苍帮忙打水来烧热，对于他的操作苍不是很懂，但也知道铃木肯定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他只要配合就行。把兽皮等准备好，水烧开后苍出去在门外等着。10分钟后铃木洗澡结束，在此期间他还尝试清洗一下满是血污的衣服，结果除了衣服湿掉之外，他要洗的血污一点也没洗掉。看着湿哒哒的衣服，这才反应过来忘了准备替换的衣服，想呼唤苍，但是看着一丝不挂的自己，他着实羞耻的张不开嘴。过了一会感觉到了凉意，拿起苍准备让他用来擦干的兽皮，看了看大小只能挡住前面关键部位，自我催眠一番过后，他把那小块兽皮挡住前面关键位置，然后开口，苍我没准备替换的衣服，你能帮我拿一套吗？话是说出口了，但是声音却是颤抖的，哪怕铃木自我催眠，仍抵消不了来自本能的羞涩。门外正无聊的苍听见他的话后，激动的兽耳一下竖了起来，只是想到自己的衣服都是自己皮毛变的，连忙开口，木木你等等我这里没有亚兽的衣服，我去亚父那里要一件。那你快点有点冷。话音未落，就见苍抱着兽皮毯子进来，在看见仅遮挡关键位置的铃木后，脸色顿时变得通红。不过好在苍没忘记自己进来是有正事的，木木我得去亚父那里给你要一套衣服，你先裹着兽皮吧，这样暖和些免得生病。他说着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铃木，铃木感觉到他那趟人的视线羞红了脸，不过感受到凉意后赶忙开口，好把兽皮给我吧。苍却是看着他的双手道，木木你还有多余的手来接兽皮吗？闻言铃木这才想起自己2个手正扯着那小块兽皮挡关键位置，他强装镇定，那苍你来帮我一下吧。苍痛快的应下，就等这句话了。说罢他把兽皮展开，双手持两端抬腿走过去，把铃木拥入怀中，兽皮也把他裹了起来。只是铃木不知道的是，在兽皮裹严实前，苍的视线刚好把他后面看得一览无余。在铃木看来，关键的隐私部位是前面，但却忘了在这个世界兽人更喜欢后面，所以当苍看到他后背如牛乳般顺滑脊背时，双眸中那被镇压的欲望开始复苏，随着视线顺着脊背落到那圆润挺翘时，那座欲望火山直接爆发了。这时铃木感觉到风的冷意，不禁打了个寒战。苍你快去拿衣服，有点冷。闻言苍的理智重新把火山再一次镇压，嗓音低沉嘶哑的回了一句恩后，转身跑了出去。待苍离开后，铃木重重松了一口气，作为一个男人自然察觉到了苍的反应，只是他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只能找个理由让苍冷静一下。来到卧室，入眼就是一张相当大的石床，上面铺着厚厚杂草和兽皮。铃木伸手试了试，发现居然还挺软和，也没有按压杂草那般的触感。好奇的细看了一下那铺床的草，乍一看就是普通的杂草，唯一不同就是触感很软。随即他又试了试坚韧程度，结果一扯就断，没有半分坚韧，这让他有些失望。随后便直接躺在了床上。不得不说苍铺的床确实可以，那反馈而来的舒适，片刻后他便睡着了。没多久苍拿着衣服回来，一眼就看到了躺在床上沉睡的铃木，看着他那还有些湿漉漉的头发，苍缓步走了过去，蹲下后伸手准备用魔力烘干时，却见铃木睁开了眼睛。苍你回来了呀。苍起身坐到了床上，刚回来看你头发还湿着，想着给你烘干。闻言铃木那刚坐起一半的身子顿了下，接着就躺在了苍的腿上笑道，烘干吧，不然湿着头发受凉后会头疼。腿上那头发传来的湿凉触感让苍大腿的肌肉紧绷了下，随后便舒缓开来。这一刻他心中很是满足，他喜欢这样的生活，喜欢铃木对他笑依赖他，喜欢铃木没穿衣服的样子。这时裹住铃木的兽皮已经开了，把长腿和部分上身露了出来，只是他正享受着苍烘干头发时间带的按摩，完全没注意到自己春光已经乍泄。察觉到苍的身体反应，铃木红着脸，他强装镇定裹好
苍，你先出去一下，我要换衣服了。石屋外一阵凉风让陷入发呆的苍惊醒过来，看着铃木还没有换完衣服出来，又一次的回忆起了刚才的那个画面，白皙顺滑，精致的好似猫薄荷，引诱着他这只大猫无法自拔。我的木木真好看，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其他兽人不喜欢自己的亚兽伴侣被其他人看，现在他也是同感。这时听见屋内铃木在喊他，身体比脑子快了一步进去。此时苍的视线却落在铃木的打扮上，明明和其他亚兽一样的打扮，但是在铃木的身上却有着一股别样的气质，好想藏起来不给别人看。铃木看着出神的苍不禁眉头一挑，苍这个鞋子怎么弄啊？闻言苍回过神，将视线看向了他的脚，木木你的脚好嫩啊。随后蹲下身拿起兽皮将他的脚包起来。见状铃木有些疑惑，只用兽皮包起来不是很快就会磨破吗？苍这时已经包好了一只脚，听到他的问题，抓着另一只脚用指腹摩擦了2下，这种兽皮比较硬也耐磨，对不经常外出部落的亚兽来说足够了，但是你的脚太嫩，这兽皮对你来说太硬了，会磨坏脚的。铃木感觉了下包好的那只脚还挺好，苍伸手变为兽爪，对着床上的兽皮切了2块，再加一层也软和些，若是穿着感觉还硬，就和我说再找些柔软的兽皮加进去。说着把包好的那只脚给解开，重新加了一层后，这才再度包起来。包好后铃木站起身感受了一下，发现确实柔软舒适了好多，对苍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苍谢谢你，确实软和了好多，我是你的伴侣，不用和我说谢谢。说着苍抱住他低头嗅了下脖梗间的气味，抱了好一会才松开手。铃木对此也没说什么，只是让苍抱着安心。等苍松开手，这才想起去找亚父拿衣服时，还特意交代他带着铃木去那里吃饭。得到铃木同意后便出发，只是走了没几步，苍突然开口，木木我们耽搁挺久，亚父应该等急了，要不我抱着你过去吧，这样速度快点。闻言铃木当即就跳进了苍的怀里，苍感受着怀中的人儿，差点没绷住脸露出得逞的笑容，然后紧了紧怀抱便加快速度赶过去。一顿青木最为拿手的肉汤过后，铃木带着遭了罪的味觉和苍回去，并不是说青木的厨艺不好，只是单纯的不喜欢喝后油的肉汤，像汤里的那些肉他挺喜欢的。回到家时天色已经变暗，铃木进了卧室就径直倒在了床上，苍好累哦，睡觉吧。苍听后却是身子一僵，过了一会儿才让他先休息，自己出去一趟，随后便转身快步离去。那身影在铃木看来像极了落荒而逃，没有苍在身旁，他习惯性的动用探索之光来戒备，然后发现苍的身影并没有离开多远，而是一个人在那里一动不动。1个小时后苍这才再度移动回来了，看着打着呵欠还在等他的铃木，苍赶紧把他搂在了怀里，睡吧。铃木在他怀中找了个舒适的位置，却在靠过去时闻到一股独特的味道，下一秒他突然想起那是雄性释放荷尔蒙的味道，瞬间明白苍刚才离开是在办什么事，只是他太累太困，到了句晚安便彻底陷入睡梦之中，一夜无话。这一次铃木是睡到了自然醒，看着早就醒来却一直抱着他的苍，他有些疑惑，苍今天不用捕猎去吗？苍用下巴蹭了蹭他的头，笑道，今天采摘日，我是要跟着保护亚兽们的。闻言铃木这才想起今天是采摘日，连忙起身，我们醒来会不会太晚了些？苍赶忙解释，别着急，太阳升起来才是出发的时间。见状铃木顺势躺回了苍的怀里，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了青木喊他的声音，铃木这才匆忙起来，片刻后穿戴整齐和苍一同出去。看着两人关系亲密的样子，青木的脸上浮现出了开心的笑容。木木今天采摘日，知道苍这里没有兽皮袋子，我特意给你拿了2个过来。说着他把2个大袋子递了过来，铃木接过后发现袋子重量有些沉，有些担心自己扛不回来。见状青木笑呵呵，你别怕弄不回来，到时候让苍给你背回来就是了。说完后突然想到了什么，留下一句待会见就匆匆离去了。这时苍靠近铃木的耳朵低声道，木木采摘日本来就是让亚兽外出游玩的日子，还顺便让单身兽人和亚兽培养一下感情，更多的还是享受游玩的乐趣。看着手中2个超大号的兽皮袋子，铃木明白他说的极少数亚兽是谁了。苍脸上的表情有些无奈，我亚父就是那极少数亚兽中的一员，每次采摘日我和兽父都要背好多兽皮袋子，不过这一次就只能兽父自己背了。听到苍说起自己的兽父，铃木这才想起自己一直没见过面的人，苍最近也没见到你兽父，他去哪儿了？去取盐了吧，毕竟距离雨季不远，族人们接下来好长时间不能外出，肯定要做足准备。苍说着突然想起族长答应奖励的盐还没取，但现在还是先和木木去采摘日游玩一下最重要。收拾好后苍看了一下太阳升起的高度，时间差不多，两人前去集合地了。等2人赶到时，发现已经聚集了不少的兽人和亚兽，只一眼铃木就知道苍说的没错，那一对腻歪的模样放条单身狗都能给撑死。听见熟悉的声音，铃木顺着声音来源看去，然后看到了一脸很是开心的青木，以及紧跟着青木的那个兽人，不用怀疑那眉目有着7分相似的兽人肯定是苍的兽父。随即他就拉着苍走了过去，走近后青木先一步开口介绍，简单2句问好后，青木就拉着铃木去一旁说话，只留下苍和他兽父2人面面相觑。过了许久，苍先开口打破沉默，兽父今天的采摘日可能你要多辛苦一下了。一句话让烈的脸色瞬间黑了不少，他这个崽明明不会说话，怎么能找得到亚兽的呢？别说我了，你也跑不了，你亚父正在给你的小亚兽传输经验呢。烈看着那交谈着很是开心的2人，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见此苍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没关系，只要木木喜欢，我多来回运几次都没有问题。闻言烈瞬间明白，原来苍不是不会说话，而是不会对其他人说好话。另一边铃木在青木的教导下知晓了不少亚兽要采集的东西，其中最为普遍也最为关键的便是一种叫做白豆的植物。
屋，因为那是亚兽可以度过雨季必不可少的储备粮。看着仓手里的2个兽皮袋子，他不禁在想会不会少了点。见状，青木笑了笑，不用担心，只要囤1兽皮袋子的白豆，这个雨季都不用担心食物的事，毕竟咱清水部落食物还是不短缺的。这时，一个声音自远处喊着青木。青木看到了来人，莞尔一笑，这是你昨日用野山姜救治发热病的人。闻言，铃木看了过去，这才发现有那么一点点印象。此时夏花来到了2人的跟前，只不过比较吸引铃木注意的还是那2个大号的兽皮袋子，和青木给他的型号一模一样。这一刻，他觉得又找到了一个采摘日极少数认真来采摘的亚兽。正想着，又有一个亚兽走了过来，对青木微笑，听了你的建议，我特意准备了2个大的兽皮袋子。看着这个清秀少年以及手中的兽皮袋子，铃木越发肯定这个极少数就是青木发展起来的。这时，夏花一声惊呼，你是昨天救我的那个亚兽吧？太感谢你了，要不然我也不会好的这么快。你怎么没拿兽皮袋子？我把我的借你一个吧。说着把一个兽皮袋子塞进铃木的手中。见状，清秀的少年也要把他的袋子借给铃木。铃木赶紧开口解释他的袋子让仓帮忙拿着，然后把夏花的兽皮袋子还了回去。青木开口替他证明，然后给3人介绍，说起来你们3个也很有缘分啊。木木刚回部落就救了夏花，而铃树和铃木的名字经历也都差不多，都是从部落外救回来的亚兽。要不是你们不认识，我还以为你们曾经生活在一个部落呢。闻言，铃木仔细打量了一番铃树，心中却生出了些许熟悉的印象。要知道铃木他可从来不会浪费时间，既无关紧要之人，而能让他有印象的，绝对是经历过一段事关自己与对方的事，但是2人从未见过，又怎么会生出这种感觉来呢？心中想法不断起伏，直至出行前，4个兽人这才各自把自己的伴侣亚兽接走。仓拽着铃木去人群少的方向，2人进入山中，铃木虽疑惑，但并未开口。如此一段路过后，铃木原本采摘的激情减退了不少，有些后悔没和青木他们一起行动。就在这时，仓惊喜道：木木你快看！铃木看过去瞬间惊呆了，只见眼前的这棵大树周身正缠绕着一株通体宛如水晶一般的植株，盛开的花朵如璀璨琉璃般。铃木衷心的赞叹真漂亮。仓悄摸的松了一口气，然后又恢复成毫不知情的模样。很快2人就来到了目的地，而铃木则是使用异能鉴定眼前的植物。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随着他的光接触到那植物时，那株植物泛起了白光，确定是安全无害后，他这才收回异能，继续欣赏眼前的美景。不过看着铃木那意兴阑珊的模样，仓这才发现自己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其他兽人与亚兽游玩特意去远一点的地方，为的就是在亚兽累的时候选择坐在他们兽形的背上，只要坐上那就代表确认了关系。当采摘日结束时，所有单身兽人背上有亚兽的，无疑是全场最靓的仔。这种情况哪怕是仓也不想错过，于是开口道：木木要不我背着你吧。说完还未等他变回了兽形，铃木已经冲过去窜到了他的背上。仓连忙用双手托住了他的大腿，感受着手中传来的触感。虽然没变成兽形，但人形的他赶路也是健步如飞。接下来的路程里，铃木在仓的带领下见到了会进出水的石头，会跳舞的草，常年持久存在的彩虹等等。开始的时候他确实没反应过来，不过看的风景多了也能猜到仓的心思，对此他没有挑明，反正他挺开心的。至于白豆，挤出点时间来收集就行。随着仓带着铃木来到白豆树前，旅行的时间便切换成了工作时间。白豆树与其他树倒是没有多大区别，唯一不同的便是那树上密密麻麻的一颗颗如乒乓球大小的棕褐色果子。木木，我们要捡掉落在地上的，这些才是成熟透的。仓一边说着一边动手去捡地上的白豆。铃木在捡起第一个白豆时，他细细观察了一下，白豆外皮光滑但很硬。仓注意到他的举动，手化为兽爪，弹出指甲切开白豆，顿时变为2半。把切好的给铃木送过去后，开始科普。白豆的外壳很硬也很厚，对兽人来说处理起来很容易，亚兽就要费时间了。而且一颗白豆泡在水里就能变成拳头那么大，之后就可以吃了。闻言，铃木发现白豆简直就是兽式的压缩饼干，简单方便易食用耐储存，但因为清水部落的居住环境根本做不到储存。不过想到自己有储物空间，他开心的捡起了白豆。只是刚把捡的白豆铺满兽皮袋子底层，仓那里已经捡好一兽皮袋子了。木木，捡这些就够了，我们回去吧。铃木看着仓手边那满满的兽皮袋子，再看看自己这个刚有了点底的袋子，估算了一下白豆确实够吃，那我们回去吧，一会儿我们在另一边下去，族人们都在那个方向。仓一边说着一边把兽皮袋子捆扎好，试了试没有问题后化为兽形，把袋子和铃木放在背上，便开始向着山下赶路。仓带着铃木回到其他族人采摘的范围，然后慢下脚步赶路，只不过那得意的神情丝毫不掩饰。其他兽人看着仓的眼神满是羡慕。仓来到一处有树荫的草地上时，把兽皮袋子和铃木放下后，用偌大的虎头蹭了蹭铃木。木木，给我开一下共享，我去抓些吃的给你烤肉吃。这附近这么多族人，开共享会造成干扰吧？叔是这么说，但铃木还是共享了感知范围的情况。仓感受了一下那些能量团，只要排除有族人在的地方就好了，那里肯定不会有猎物。木木，你在这里先等等，千万不准乱跑，我就在这附近逛逛，不会离开太远。仓看了一下位置，确认没危险，虎头蹭了蹭铃木，转身便去捕猎。铃木则是坐在兽皮袋子上休息片刻，就在附近溜达。结果没走几步，一个巨大的蘑菇出现在视线里。于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铃木一手拎着兽皮袋子，一手对那些蘑菇进行探查。等到这附近能摘的都摘的差不多时，他手中兽皮袋子终于有了小半袋，这才满脸开心的回去。等到赶回去时，发现仓也回来了，正在烤肉。仓在看到自家伴侣那一脸开心笑容，知道他肯定又找到好吃的，只是视线落到铃木兽皮袋子，他的眼皮不禁一跳，放下手中烤肉便赶紧冲过去接了过来。以后这种累活有需要喊我就行。说着，仓一手拎兽皮袋子，另一只手则牵起铃木的手回去了。没多久，二人回到了原本需要休息的地方。
苍拿出一些蘑菇，有些好奇，木木这个东西能吃吗？这叫蘑菇，很好吃的，但是蘑菇千奇百种，不是每一种都可以吃，更多的还是吃了会死的毒蘑菇。苍应下后把烤好的肉递给他，铃木接过后大口吃起来，随后停下，像是想起什么开口道：苍，你去找树枝劈成细的小木棍，然后把肉分成小块，接着用小木棍串起肉和蘑菇再烤一下，我想这样尝尝，哪怕此时没有孜然辣椒等调味料，但是有盐就够了。他现在已经等不及尝尝蘑菇的味道。闻言，苍起身行动，因为身后就是大树，所以伸手就折了截树枝，验证无毒后便开始操作。很快一串串的蘑菇与肉就串好，苍再度催动魔力进行烘烤，渐渐的肉香夹杂着蘑菇的味道越发浓郁，其美味程度更是远胜之前的单纯烤肉。待烤好之时，铃木拿出盐均匀的撒在了上面，看着他那迫不及待的眼神，苍一脸认真，第一串我先吃完没事你才能吃，很快是毒的一串下肚。苍感觉了一下没什么问题，便放心烤了起来。苍，什么味道？好吃吗？苍回味了一下刚才的味道，发现确实还不错，不仅肉变得更好吃，那个蘑菇也有了几分肉味，可惜调味料还是差了不少，不然能更好吃的。苍安慰他，然后把烤好的一串递了过去。铃木并不认为苍的安慰只是空口白话，虽说他来到这个世界没多久，但发现前世不少植物是存在这个世界的。想着他一口咬下了串上的肉和蘑菇，肉添了几分蘑菇的鲜，蘑菇也因油脂变得和肉一样香，再加上恰到火候的料理，心里的满意已经变得肉眼可见。吃饱后，铃木便靠在了那兽皮袋子上。见状，苍起身找了几片叶子把剩下的肉串包好，收拾好后挨着铃木靠在兽皮袋子上，手则是把对方圈在了怀里。不知过了多久，族人们才陆陆续续回来。苍这是准备集合回部落了吗？苍保持抱着他的姿势，再晚的话回去就太晚了，那样不安全。那部落的采摘日什么时候再有呢？这一次的采摘日简直就和玩闹一样。不过铃木知道部落对亚兽的保护有多看重，所以像这种能外出放风的采摘日，他自然希望多一点。木木这一次是不一样的，像这种只是给兽人和亚兽培养感情的，只有每年临近雨季前有一次，像其他的时间的采摘日就只是采摘果子野菜，具体时间按成熟情况决定。聚集的族人已经越来越多，只不过亚兽坐在兽人背上的却没有太多。最先成功的那几个里，却有着铃木的两个熟人，一个满脸疲惫趴在金毛狮子身上的夏花，还有一个端坐在黑豹背上满脸幸福的铃树。对于这两对伴侣的关系，部落的人早就清楚，所以哪怕如此姿态出现，也并没有引起多少喝彩。苍见他一直看那边的情况，以为也想经历一下，于是柔声道：木木，我再变成兽形载你走一趟吧。闻言，铃木一脸问号，随即他就知道苍指的是什么，笑道：咱俩在这里腻歪了这么久，是什么关系？根本不用走一趟再证明一下，我只是单纯看热闹而已。此时正在这伴侣得意玩的风和则两人来到了这里，则开口：苍，你们回来的这么早？苍笑道：从开始没多久就是我背着木木回来的时候是兽形，再回来肯定快。这莫名的显摆让则闭了嘴，而夏花和铃树则是和铃木凑在了一起。夏花疲惫的脸上添加浓浓忧伤，木木，你居然收集了这么多的白豆，我被风拉着跑了好远，结果再回去的时候成熟的白豆都没多少。铃木有些好奇，作为青木发展起来的老成员，他实在想不到收集的有多么少才会这么忧伤。夏花丧的脸在兽皮袋子上比划了一下，只有整袋的1/5。见状，铃树安慰地拍了拍夏花的肩膀，脸色有几分不开心，带着幽怨，我也只收集半袋就被则拉走，再回去时没有了。虽说铃树的兽皮袋子是加大号的，但是半袋也就顶铃木他这袋的3/5，完全没达成自己的目标。闻言，铃木对两人只有同情，碰上这么个捣乱的男朋友真的能够气死。白豆我只收集的一袋，另一袋是蘑菇，白豆我分夏花一些吧，这样咱们三个的白豆都差不多，撑过雨季都不会有问题。他做出了决定，苍自然没有意见，反正在他看来，哪怕没有白豆，他都不会饿着自家伴侣的。很快白豆分好，3个人的存量也相差不大。夏花松了一口气，心底也是真的特别感谢铃木、铃树和木都是小天使，想着看向风的眼神就更不好了。感受到夏花的视线，风一脸的委屈，不过也不敢再说什么，生怕把夏花再惹生气。木木，你采的那些蘑菇是准备怎么吃的？说到吃，铃木就来精神了，当即脑子里就浮现了诸多吃法，只是想到目前的条件只能缩减了一下，素炒、炖汤、炖菜，还有就是油炸了，只是这几样无论哪种都只能做阉割版的。夏花擦了擦口水，眼神已然满是火热。那木木，你能不能教教我，我以后也照着做？可以是可以，但蘑菇大多是有毒的，我的辨别方法是我的天赋，你们又学不会，万一真要是吃到有毒的，部落根本没办法可以治疗，毒性若是更大的当场致死。这话铃木可没开玩笑，毕竟这个世界的特殊性不仅让营养更丰盛，毒素自然也更迅猛。听到这里，夏花和铃树还没回答，两人的伴侣风和泽就先急了，连忙拒绝不学。虽然风和泽开始的时候也怀疑过铃木是不是不想教才这样说，但是看到苍的表情不像开玩笑，两人顿时慌了。这伴侣刚确定关系没多久，甚至还没结气，他们可不想这么快就失去挚爱的伴侣。闻言，铃木有些无语，他明明说的是蘑菇危险，又不是料理手艺，几人都搞错了呀。他之前提那一句只是怕二人尝到蘑菇好吃，自己偷偷去采，正想着开口解释一下，苍走过来，木木该动身回部落了，我背着你吧。见状，铃木看了一下其他人，发现并不是他一个人被背着便同意了。明明今天走的路也不是很长，但伤感累得腿疼脚疼。随后苍化为兽形，把兽皮袋子和铃木放在背上后，对着风和泽招呼一声便动身了。许久铃木也没见到风和泽的身影，有些好奇，苍风和泽没跟上来，会不会是在后面哄夏花和铃树呢？苍笑了笑，哄是肯定哄的，毕竟刚才你们谈话我们也听见了，不过没跟上来，而是因为需要分段警惕守卫着族人们，现在族人数量不少，我的感知也提供不了帮忙你多加警惕些。他刚才试着用异能查看了一下周围的情况，结果那密密麻麻近乎汇聚在一起的能量团，就像是一个超大超亮的灯泡，简直无法直视。苍应下随后安静下来，开始警惕周围，等到所有人安全的回到部落后，苍这才放松了警惕。木木，我们回家吧。
食物里仓把收集的白豆都搬到了屋子里收好，这可是他家木木特意点名要的，自然不可能像风则那两个笨蛋一样自作聪明。而铃木把袋子里的蘑菇拿出来分拣一下，品相好的留着晒干，一般的今天就可以吃了。很快仓忙完出来，见他正忙着准备上前帮忙，只是他那里刚坐下，铃木就开口：仓新房子等雨季过了再说吧，这段时间我们先住这里吧。仓虽然不解，但是也没说什么，反正住哪里都是他们两人的家。要说住自己的新房子，铃木不期盼那纯属假的，但是盖房子需要好些天，再加上雨季快到了，他不能浪费仓的捕猎时间，毕竟论轻重缓急，都是以仓能安稳度过雨季最重要。所以他起身拿起2个兽皮袋子，把储物空间里的野山姜给塞了进去。仓，你把这些野山姜给青木送去吧，回来的时候还得再来一次，我要把储物空间腾出来，给你存放雨季吃的肉食，这段时间你也辛苦多抓些猎物。闻言，仓当时就感动到不行，他的伴侣真的好爱他呀，木木你真好。说着仓就亲了过来。见状，铃木直接闪躲了过去，并把2兽皮袋子的野山姜交给了对方。别耽搁时间了，记得别忘了把族长答应的盐拿回来，如果时间再充足去抓只咕咕鸟，刚好晚上吃。仓露出一副很受伤，需要亲亲才有动力的表情，对此铃木直接视而不见，继续忙他的事。别怪他狠心，他也没办法，毕竟他一个身体健康的男人，被撩拨的次数多了难免把持不住，所以这种大白天的才不会给对方机会。仓见状知道亲亲要不成了，心里失望的同时又不甘心，既然木木不主动，那就还是我主动吧。趁着铃木没注意，仓快步上前，捧起铃木的脸颊就是用力的一吻，而后在铃木反应过来之前，抓起兽皮袋子，只留下一句我去给亚父送姜便跑远了。见仓走了，铃木继续手中的工作。这时青木正拎着兽皮袋子走来，木木野山姜的我自己来拿了，他可是惦记挺久，这不刚回家后就拎着袋子赶来。闻言，铃木则是愣了一下，青木你没碰见仓吗？我刚让他给你送过去2兽皮袋子。没关系，仓知道把那些东西放在哪里，现在先给你看看这有趣的东西。说着，青木从背后拿出一把狗尾巴草，这个东西仓和他的兽父在兽化状态时可喜欢玩了。铃木看着那狗尾巴草，想起这东西也可以算随处可见的逗猫棒，想到白虎的仓正与一只狗尾巴草玩耍，他的脸上不自觉露出了笑容。见状，青木把狗尾巴草塞到铃木手中，铃木接过后吓了一跳，着实没想到看着小小的一把狗尾巴草居然会这么重。他突然想起未被人类驯化前的小米，好像就是狗尾巴草的种子。随即在看向手中的狗尾巴草时，他的眼神明显不对，异能发动确定这狗尾巴草可以使用后，当即找了块石板，然后在上面对狗尾巴草进行拖重。他的举动让青木看愣了。这时铃木已经弄出不少种子，随后他把手中的狗尾巴草先放在一边，然后将这些种子再次进行处理，因为知道这可能是接下来的食物，所以处理起来充满耐心。青木实在忍不住好奇开口：木木你这是做什么呢？这让铃木瞬间回神，于是简单交代了下这种子可能当做食物使用，需要处理一下试试。青木来了兴趣，连忙加入其中。费时费力的纯人工处理结束后，和小米极为相似的种子出现在铃木视线中。对此他虽充满了疑惑，但想到这是在受试便释然了，随即架势锅添水加处理过的种子煮粥。对于这种全新的食物，青木还是充满期待的，所以他决定今天在这吃晚饭。只是看着仓家里这贫瘠的模样，他认为有必要回家自己带点东西过来。和铃木说了后，他回去拿东西了。至于剩下的野山姜，等他吃饱再拿。看着大步离开的青木，铃木觉得准备的饭菜还得增加些，想到兽人的饭量，得让仓多抓些猎物回来。只是在这原始的社会中，想联系一个人该怎么联系？正烦躁着，他看向剩下的蘑菇，决定都吃掉。这时夏花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得知铃木在家后，他便牵着风的手进来，风的手中还拎着2只咕咕鸟。木木，这2只咕咕鸟是来感谢你的，谢谢你那天救治夏花以及你的药。闻言，铃木摆摆手，对这些倒是没放在心上。不过风送来的咕咕鸟确实挺及时，倒是没推脱。他拿出一些野山姜交给了风当做还礼。风看着手里的野山姜，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这东西不是应该交给乌吗？这样才能更好的救治族人。刚才让仓送了2兽皮袋子了，等青木吃饱了还能再拿走1兽皮袋子足够。而且这个东西是调味料，在我看来这才是它最重要的作用。说到这里，他邀请了一下2人晚上一同用餐。毕竟从进门开始，夏花看向石锅咽口水的次数已经数不清了，但他也知道2只咕咕鸟绝对不够，必须得再去捕猎些吃食来。对此他只能拜托风去找仓多捕猎一些回来。风应下后离开了，夏花则是去邀请林树，而铃木留在家处理食材。如今咕咕鸟和其他食材品质自然不用多说，都是纯天然绿色无公害。